要是资源都跟你配齐了，我还要你干啥？那这句话你今年是不是听过很多次？是不是听完之后心里有10000只苍蝇在飞，憋屈的想直接掀桌子走人？你觉得老板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明明呢他是在画饼，最后锅全让你背了。但今天呢，老方想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在职场要不到资源，不是老板太抠，而是你太老实，你还在用讨饭的思维来混职场。而真正的高手早就把要资源变成了一场稳赚不赔的投资谈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我们就把话摊开来说，老板拒绝你，真的只是因为心疼钱吗？错，老板拒绝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贵，而是因为看不准。那在老板的眼里，审批每一分钱其实都在下注。当你跟他说，老板，我人手不够，大家太辛苦了，那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，我给了你人，要是效率没上来，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？那说白了，老板是怕亏胜过想赚，所以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戒掉苦劳思维，放在生意人的逻辑。你要证明的不是你有多惨，而是要证明你这一把牌如果不跟，他会输得更惨。那我们来看实战第一招，算账。那我在上一期就跟大家交流过，跟老板汇报要用选择题替代呢填空题，引导他拍出你想要的板子。但呢，如果老板卡在钱上不松口怎么办？那你就得拿话把它架住，那递上一份明白账。例如说，你可以给他3个方案，方案 A 维持现状，1分钱不要。那我得直说，这个方案是坐吃山空，业绩大概会下滑5%。那后面咱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手来操作。那方案 B， 那这个方案可能就是你心目中想要的方案，追加20%的预算。那这个账呢，我算过，这呢能够把胜算拿到80%，带回30%的利润，投入适中，逻辑最清晰。那这个方案是最稳当的打法。那方案 C， 预算的翻倍，直接冲行业第一。但风险是，如果没搞成，公司这一季度的利润算是全停进去了。那你看，你的作用不是让老板选，而是通过 A 方案的没搞到和 C 方案的太玩命，把老板呢自然带到 B 方案这个安全区里。那如果这个时候老板还是犹豫，道理我都懂，但万一你搞砸了怎么办？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记住第2招，对赌，给他吃一颗定心丸。那价值对赌分成3步骤。那第一步，见效再投。那你可以建议说，老板，预算咱们不一次性批，您先给我一笔启动资金做试点，跑通了您再批大头，数据不好我们立马收手，公司的损失也可控。那第2步是主动制定杀回线，主动呢把遥控器放到老板手里。老板，如果前期试点产出达不到咱们定的那条线，不需要您说，我自己把项目砍掉。那第3步是结果包干，那这一招是最狠的。公司资源给我，如果最后目标没有达成，年底我的奖金您直接扣。那记住，资源从来不是按需来分配的，而是分配给那些敢扛指标、敢担风险的人。你敢签金命赚的时候，那笔钱在老板眼里就不是开销，而是稳赚不赔的投资。但是如果老板实在不愿意谈钱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开启第3招，要权。在职场里有一种资源比钱更值钱，那就是开绿灯的特权。很多项目死掉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内耗太重。既然老板给不了钱，那你就管他要权。你可以这么说，老板，既然预算紧张，我可以理解，那我可以不要钱，但我需要您给我2把尚方宝剑。这个项目，第一个是直接向您汇报，第2个涉及到跨部门的事，您得替我公开撑腰。但一般来说，老板给钱会心疼，但给权往往很大方。那有了这一份信任背书之后，你办事的效率比拿了钱可能还管用。那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我有个客户企业，市场总监呢找到老板去要30万来做新媒体，结果直接被老板骂回来了。那我帮他改了一下话术，那他第2次去呢，不仅带了方案，还带了一份对赌承诺。他对老板说，我不白要钱，如果不这么做，明年我们至少要多花80万的广告费，如果做了没效果，我自愿跟你领罚款。结果呢，老板不仅批了钱，还当众表扬他有拼搏精神，有担当。那长此以往，你会持续帮老板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成功，那他就会对你的判断产生成瘾性。以后他可能连方案都不看，直接问你元芳你怎么看？那最后老方想跟大家说说掏心窝子的话，不要让老板在你的方案里迷路，要让他在你的逻辑里找到出路。那职场上没有人会为你的辛苦买单，大家只会为结果买单。最后总结一下，第一个就是
就是用赚明白账来做对比，第二个是用对赌承诺来消灭恐惧，第三个如果要不到钱记得一定要特权。那学会了这套思维，我保证你赢回来的不只是预算，还有那份真正被当成自己人的信任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咱们就聊一个反直觉的话题，为什么有时候你明明交出了好的结果，老板反而觉得就这，咱们应该如何给老板打好预防针？我是老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